你这看的是什么呀？我看的这个是玉龙泉的账，每年东院都会给卖福船卖的最好的客商给返点。我现在看有哪几家。哟，上了5万两的有2、3家呢。可不，东院福茶的生意，他们可是出了很大的力的。但大多数的客商，一年也都只能卖1万两银子上下。是啊，有100多家呢。我倒是觉得，前3名当然要鼓励，但最应该返点的是这100来家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客商地处偏远，再怎么攒劲儿也卖不过5万两，但是努把力多卖几千两却是有可能的。而每家只要多卖2000两的话，那1年下来，就可以增加几十万两呢。那以你所见，超过12000两的，通通都返。我是不是又乱说话了？我呢，就是喜欢听你乱说话。少爷，王世军来了。啊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哦，你先下去吧。啊，是。怎么样？回少东家，您托我办的事儿，我都已经办妥了。辛苦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小王找你做什么？现在不能告诉你跟我还要保密。这件事儿，现在没有眉目，所以暂时不能声张。哎，周颖，我想去跟爹说一说，让你去参加六船厅的晨会。六船厅？晨会，那是干什么的？啊，那是我们吴家太爷爷那一辈所传下来的规矩。每日饮食卯刻，我们吴家东院所有的大管家、大账房，以及没有外出的掌柜，都要聚集在六船厅，去讨论当天生意上的分配。另外呢，我们吴家东南西中这4院呢，有许多的生意是互相参股的，所以每个月的初1，我们4院的大管家、大账房以及相关的掌柜也要聚集在六船厅去讨论生意上的事儿。好啊！哎，大家都说东院的管家、账房、掌柜个个都精明能干，能听他们说一句话，一定胜读10年书。10年书，这肯定是比不过。不过呢，对东院的生意倒是能够从中得知8、9。爹会让我去吗？他都不让我出门。还有娘，让我跟着春杏儿学绣花呢。东院县城养了这么多个绣娘，哪还缺绣花的？反倒是有经商天分的，那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你说我啊，有经商天分啊？你刚才那番见解，连我都想不到。是吗？是啊。你放心吧，东院正在用人之际，我相信爹一定会答应的。爹，孙掌柜进进出出东院，小事家丁，多数都见过。我在学徒房中找了一位与他素不相识却可靠的学徒，这个是那个学徒带回来的。账目上是120两当银，这实际支付20两，多的100两到哪儿去了？如果活当，
当银倒是实打实，但每个月的利息账目上是6厘，但实收却是1分，多的4厘，不知不觉消失了。这就是3元典当行利润菲薄的原因啊。那依你看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查账收回来，我们自己经营。谁来掌管？爹，哎，东院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手，几个掌柜，还兼着几个商行，实在调不出人手来主持典当行。爹，其实我有个人选，就看你敢不敢用。谁呀？周莹。他啊，开什么玩笑？他怎么行？你还记得前几日我建议返点额从5万降到12000两吗？我已经叫老杨着手推进了。那可是周莹他出的主意啊！他啊，这个丫头整天胡作非为，她有这样的脑筋？爹，你想想，如果周莹是个男子，他的言行也不算胡作非为。他之所以会被非议，仅仅因为她是个女子。女人就该做女人该做的事，不能随意越轨。那有哪一些是男人该做的事，哪一些是女人该做的事呢？这后院的事就是女人该做的事。可当今朝纲独断的太后却是个女子。爹，周莹天分极高，如果将她如寻常的女子居在后院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你刚才不是说东院最缺的就是人手，而东院要想发扬光大，就得不拘一格降人才。那不拘一格也包含不拘男女。让一个女子来当掌柜，这在我们吴家还没这个先例啊。可我们吴家起家时，靠的都是许多没有先例的事情。爹，不如你先让周莹去参加六传听晨会，啊，让她多听多看多学习，而你呢，可以在一旁慢慢的去考察。要是觉得，哎，她德才兼备，就叫1、2个生意给她打理；要是觉得，啊，她不堪造就，就让她回后院帮娘打理家务。这也不冤枉她啊。哦，3元典当行的事，先暂且搁着，等找到适当人选再定夺。谢谢爹。好。哎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知不知道那天我们陪少爷买金糕，那胡家小姐又来找少爷了。他还缠着少爷呢。是啊，而且还拦着少爷不让走呢。陈静，哎，顺手把这点也洗了。好。周老爷好。那他都跟少爷说什么了？我就听到1、2句啊，大概其的意思就是还想跟少爷在一起。不要脸的！聊什么呢，宝兰？该我们学业了啊！先走吧。周老爷走。哎，哎，等等。陈静，你们刚才说谁呢？还能说谁呀？就是以前跟少爷定过亲的那个胡小姐呗。当年少爷奄奄一息的时候，她撒手不管；现在看少爷少奶奶恩恩爱爱的，她又眼红了。哦，他还想插一脚。可不，阴魂不散的，老缠着少爷。那吴信答应过我，他不辜负周莹啊。少爷肯定不会理他呀，可是他却跑到夫人面前，又哭又闹的，还装可怜。夫人心又软，
保不齐心思会活动。谁敢？四叔，你来了也好，这要真有什么事儿，少奶奶多一个人撑腰。没错，别以为周家没人。中院的吴钊下个月成亲，已经批红挂彩了。你先拟个单子让我看看。哎呀，你别敲了，你到前面去听听家里的事是怎么安排的。哦。西院的陈夫人下个月生日，还有几个掌柜的，下个月啊也都有喜事。我看啊，中平快到了，不如请个戏班子，把这些事儿一块办了。今天差不多了，你回去吧。是，娘，我回去了。都教了半年了，还是那个样子。少奶奶还是有长进，至少现在天天在别院，不乱出门了。他爹呢？那个人啊，听说3天2头都在外头，也不知道忙些什么。哟，都怪你，又让娘看到我没规矩了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从明天起，你再也不用在娘面前立规矩了。为什么？爹发话了，明天起。你可以列席6传厅晨会了。喂，你上来。哇！喂，放开我，放开！非礼勿动，非礼勿动，非礼勿动，非礼勿动！哎，放！喂，不许告状，不要学我啊！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行了，赵美人，你要干嘛？现在我可以非礼你了。哎呦，这人都去哪儿了？怎么？啊，没什么。进去吧。少爷，少奶奶。
爹，四叔、三叔、二叔。哎，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我让他来旁听的。六传厅不能进女人呐。吴家爷爷当初建六传厅的时候，也没说过女人不能进啊。他来能干什么？端茶倒水也轮不着他呀。吴家想要做大，人手乃是第一，所以我想让他多听听，多看看，将来也许能够独当一面。哎呦，大哥，这再缺人手也不能用女人呐，大哥。周莹有3分的机智，5分的天分，还有7分的眼光，超过许多寻常的男人，没有理由不用啊。你们俩说话呀！好了，啊，此乃小事啊，不值一提。说正事吧。玉龙泉，白掌柜。老爷，10鸟在林，不如1鸟在手。这玉龙泉的事儿，我觉得应该再商量商量。潼关杂品行赵掌柜。老爷，不怕不卖全，就怕货不全。潼关杂品行必须得货品多样。皮货行王掌柜。老爷，先卖出手，后卖入手。我看皮货堂今年要早进货，多进货，再多出货才是啊。武装严掌柜。老爷，薄利多销，有利就行。我以为该多多招揽客人。既然说变则通，通则存，存则发，玉龙泉这一计呀，我以为多多商量为好。别打了，过来！闹事！听说了吗？今天六传厅晨会有个新人参加，你们猜猜谁？谁？不对，再猜！哎，你快点，别卖关子了，快点！谁呀？周莹啊！周莹，想不到吧？我就说他一定行。周莹参加六传厅的晨会了，家族小厮们都在传这事儿呢，你们不知道啊？我可是听说那六川厅普通的掌柜都没资格进，只有独当一面、威震八方的才能进呢。可咱周莹就进去了，这可是咱学徒坊的骄傲。是，那走。哎，都出来了啊！周莹，来，瞎叫什么呀？少奶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二哥你真行，你都进六川厅了。少奶奶，将来要是发达了，可别忘了我们呀。都已经是少奶奶了，还不发达？最近先生都教你们什么了？你先跟我们说说这六传厅晨会到底怎么样？如果你想让周莹接手典当行的生意，好，回见。那你就要提醒他，以后凡是跟典当有关的生意，都让他留意。行，我跟他说，但别露痕迹。好，这事儿你们俩怎么看呢？有失体统。遵照你的吩咐，我找了2个人假扮成客商跟胡志存接触。许清那事儿之后，胡家东院和胡家断了来往。就在胡家生意一落千丈之际，突然2个大客商送上门来。胡志存这会儿欣喜若狂了。可不是吗？现在正迫不及待的要跟2位客商签约呢。哎呀，林老板、秦老板，辛苦，来坐，上茶。你跟那2个客商说，签约之后，先老胡志存2天，然后再毁约。毁约的时候什么都别说。你之后找人放风，就说是吴卫文威胁的。知道了。这样胡志存就会知道。吴卫文不仅要跟他断交，还要置他于死地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把你们店里最好、最贵的玩意儿都拿出来。好嘞，客官，您稍等。
客官您看，这是龙涎香，这是何首乌，这是天山雪莲，都是极品的好货呀。全是假货，这黑乎乎的什么玩意儿？愣说是龙涎香，还有这雪莲，这不就是大白菜吗？这何首乌不就是萝卜雕的吗？客官，你可别胡说八道啊！许你们胡做，就不许我胡说呀！有，老爷，这位客官，我们古月胡家在泾阳那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，从来不卖假货。呸！什么金字招牌啊？我说就是人间招牌。胡世存，你见死不救，见利忘义，你女儿不要脸，勾引我女婿。再说一句！哎呀，我再说一句！怎么着？来人呐！来人！扔出去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看，胡志存，你跟你女儿从此就死了进吴家东院的心吧！这人是谁？你女儿是个丑八怪，给我女儿提鞋都不配。我女儿和五品情投意合，你女儿这辈子就守活寡吧！来人，把他臭嘴给我堵上！小子们，你们就看着四爷被他们欺负啊！快来人！哎呦！跟那两客商说，现在就撤。别胡说！快跑啊！胡志存杀人了！我杀了你们！有种别跑！别让我再看见你们！再下次碰上你们，一定杀了你！交代好了。吴聘这老丈人，真给我们省事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来，都来！你们这几个小兔崽子，啊，虽说出场晚了点，让四爷多挨了几下，可那几嗓子还是挺有气势，所以啊，赏钱呢是一文不少。他们排队啊！来着。哎，谢四爷。来着。谢谢四爷。谢谢四爷。来着，谢谢四爷。谢谢四爷。谢谢四爷。来着，谢谢四爷。哎，你不是排过了吗？哎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我就是蒙人的，你敢蒙我？秦老板，秦老板，等等，哎，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怎么突然变卦了呢？人家都说了，你卖的是假货，我可不敢跟你说。哎，你不都看见了吗？那人就是个疯子，他疯子的话你能信？那个人不是吴家东院老太爷吗？吴家东院人说的话肯定不会错。对，吴家东院都这么说，肯定有问题。哎，行了，二位老板，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我再降点价，怎么样？行，干脆我定金不要了。我先送货后付款，只要你们感觉不满意，随时退货。告辞。啊，掌柜的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掌柜的，你给太太演。好宴，什么人送来的？死当。这个人用不起这砚台，应该是贼货。哎，这砚台不错，这当了多少钱？120两。死当还是活当？死当。少东爷要是喜欢这个砚台，就拿走呗。哦。我再随便看一看。掌柜的，这是新出的账。
夫人，孙掌柜，你来的不巧，老爷刚出马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典当行有几件事儿，还挺着急的。要不，我就跟夫人汇报，请夫人的示下。行，你说吧。林妈，我跟孙掌柜说点事儿，你在外面照看着点。是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到这儿来找我！我知道吴卫双出门了。哎呀，这里人多混杂，稍有不慎，我可就完了。我知道，如果不是有要紧的事情，我也不会冒这个险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三元典当行那些事儿，武聘可能知道了。他知道多少？老爷，龙生河的杜老板来了。胡老板，杜明礼，嘿嘿，我没去找你算账，嘿，你倒还真有脸来见我。胡老板，请问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毁了我女儿咏梅的婚事，也毁了我跟吴卫文10几年的交情啊！如果你真的在意跟吴卫文的交情，那当初应该不管我跟你说什么，你都把胡咏梅送到吴家去。其实，在你内心深处啊，并不在意跟吴卫文的交情。你胡说！胡老板，我刚刚说的这些，只是想让你明白，其实，在吴卫文心里，他根本不在意你跟他的交情。杜明礼，你这样处心积虑挑拨我跟吴卫文的关系，你到底是何居心呢？胡老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吴卫文让他亲家大闹你果约药材行，说你卖假药，他是何居心啊？他当然是想败坏我的名声，好让我的生意做不下去嘛。仅此这一个目的？嗯？还有什么？胡老板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吴家的军需案其实并没有结案，只不过朝廷让钦差不要明目张胆的在金阳明查，而是秘密调查。而现在案情有了重大的进展。我上次就是听了你这些话，耽误了大事啊。胡老板，您看，这可是你提供给吴家的续件。是。您再仔细瞧瞧。这是血结啊！哎，不对，这是松香。吴卫文已经承认，他上交给户部的军需膏药都是假的，而作假之人并不是他，而是你。这袋假血结就是证据。这怎么可能啊！我们给吴家东院供货，每次入库前，他都要开包验货，严格检查。你别说有假，就算是质量上稍有瑕疵，他们也是当场退货，绝不姑息。这袋假药，它虽然装在我们胡家的袋子里，但是我敢对老天爷发誓，这跟我们胡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吴卫文他亲口说，就是因为跟你的关系过硬，所以你的货他从来不验。什么？他怎么能这么说呀？这袋假血结就是他上交给朝廷的。不，
而他亲家把你卖假药的事儿昭告了整个泾阳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我想，他这是为了报复。我们可是10几年的交情啊，胡老板。而你当初悔婚的时候，可没念及10多年交情啊。可他怎么做的？不是把我往死里坑吗？胡老板，你不曾也见死不救吗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为了女儿可以悔婚，而他为了自保让你顶罪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要去当面质问吴为官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血口喷人？胡老板，你去问了他，他就能承认自己做了假证，他就能修改那些让自己脱罪的证词。你去问他，他就能把那些上交给朝廷的证据都撤回来吗？你这么做，只会让他更加的警觉，会把这些证词证据做得更加的天衣无缝，让你到时候被抄家杀头的时候心服口服。胡老板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会趁这个案件还没有爆发之时，想好一切办法来给自己洗脱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应该装的什么都不知道？胡老板，现在吴卫文在明，你在暗，这是你最大的优势。如果你一定要往明处去跳，那我实在没办法了。我该怎么办呢？胡老板，我曾经受过胡家的恩惠，所以甘愿冒险3番2次前来告示。胡老板，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胡老板，趁现在刑部还没有来人，你赶紧想好脱身之术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告辞。这一个砚台，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可我是怕他借此查账。那你就别让他查呗。东院是占股70%的大股东，我就是一个掌柜。那股东要查账，掌柜拦得住吗？那让吴卫双去拦。我担心吴卫双知道这事儿，也起心要查呀。只要一查账，我就完了。以东院的势力，我在整个陕西都没法立足，说不定还得倾家荡产，吃官司。哎呀，这件事儿啊，也许是你太多虑了。我不能冒这个险呐。我找人问一问。找谁啊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上个月的盈利。说好了，咱们俩以后的日子可就靠这个了。要你说，我还不知道。夫人，表哥，
这个给你。西凤酒，我最喜欢西凤酒了。知道你喜欢，所以走到哪儿一看见这个呀，就给你留下了。你今天参加六传厅晨会，有什么感想吗？有啊，说来听听。早知道你们家这么有钱，打死我也不会跟你爹说，让他把我给休了。少爷少奶奶，请喝茶。我来吧。这不算什么吧？我没见过世面嘛。说老实话，比我们吴家东院有钱的人家多了去了。喝茶。嗯哼。哎，这不是有杯子吗？我习惯了。那你小心烫嘴啊。没事。啊，话说回来，但是呢，能够跟我们吴家东院的实力比拼的，在整个陕西的确没几家。你看，东到关外，西到迪化，北到俄罗斯，小心点儿，南到广州，都有我们的生意。其实这也不算什么。这还不算什么？我见过一张地图，如果说这是泾阳，这是西安，迪化在这儿，那么在这儿有一个欧罗巴，在这儿有一个太平洋，太平洋这边是美利坚，这边还有个大西洋，这边有一个阿非利加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地方啊？那张世界地图上都画着呢。世界地图啊！如果我们能把吴家东院的生意做到那张地图上的各个角落去，那才叫发扬光大呢。行啊，那我们一起努力。好啊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也是需要我们一起努力的。什么事啊？你又不正经。这事儿再正经不过了，我都想好了，如果是个男孩，就叫怀仙。怀仙？少爷，老爷有令，速传少爷少奶奶。有这事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管胡家过去对我们如何，此事却是大错特错。爹，此事或许还有内情。胡志纯虽然有些私心，这头脑偶尔不清，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会卖假货的。是。平白无故误人清白，而且还是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，叫我们吴家东院以后如何面对泾阳同行啊？爹，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这事儿谁忍着谁处理。仲元，这事不仅关系到胡家的清白，也关系到我们东院的声誉。明日一早，你让你爹向胡志纯去道歉去。我明白了，爹。周老四。周老四。少奶奶，四叔一早就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我估计你爹这么做也是为了你，只是他做事的方式不太妥当。没事儿，等他回来，我们再劝劝他。我这爹根本就劝不了。好吧，那今天的晨会就这样吧。好。妈。怎么？大哥，昨天胡家的事儿你听说了吧？我知道。外边现在都传疯了，说我们吴家欺负人的。我已经让周云他爹去胡家道歉了。周云，爹去了没有？
哦，我爹，他昨晚一晚上没回来。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道歉的事儿。那是什么？大哥，我跟二哥和三哥都谈了，我们觉着让周莹插手我们吴家生意上的事儿不太合适，更何况他的家人又是这样。四叔，周莹是周莹，他爹是他爹，哼，本来就是一路人。什么本来就是一路人？不就是出身江湖吗？但那又怎么样？周莹他为人善良，行为磊落，胸怀坦荡。对他爹，做事是比较鲁莽，但那也是因为爱女心切。吴平，怎么跟四叔说话的？老四啊，周莹有周莹的长处啊，我让他进六传厅，自有我的道理。大哥，我觉得即便是周莹没他父亲这档子事儿，他也不应该进六传厅啊。他凭什么不能进？女人就应该待在后院里，大侄子。你让他出来做事儿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那不是砸了我们吴家的牌子吗？哎呦，老四啊，你想太多了。有大哥我在，谁想砸吴家的牌子，有那么容易吗？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吴伟文，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你给我算了，有种人！我看你们一个人，大老爷，大老爷，你们不能进去！文玉峰，你少在这啰嗦啊！你们不能进去！你们家老太爷这个债，今天你是还还是不还？你要是不还，我可喊了啊！吴伟文，我喊！怎么回事啊？哟，我说吴老爷，平日里你可是从来不上我们纯平池里的，今儿个我可亲自上门了。吴老爷，这俗话说得好，请客不请嫖客，欠债不欠赌债。今天这个钱，你无论如何得还给我。这谁欠你们钱？怎么回事？说是有人在他们这儿吃饭、喝酒、赌钱，请姑娘唱小曲儿，但是一文钱都没给，还说自己是吴家东院的老太爷，要钱呢就找吴家东院。爹，要不你先进去，这边交给我来处理吧。哟，这么热闹，什么事儿啊？哟，大老爷，你可回来了！我们退延的账给结了吧？不着急，刘老四啊，今天别想再躲了啊！谁躲你啊？谁躲你啊？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，我能躲你？我说四哥，你还欠我们30两银子呢。你放心，赌债我欠，情债不欠，这是规矩。爹，你也在啊？你这把他们都给打发了呗？大哥，这位就是来，三位跟我走。既然愿意认账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走。看见没有？我周老四从来都是言而有信啊！今天给你们结，就等不到明天。以后别跟我唧唧歪歪的。四哥，那你常来啊。亲家公，要不要到别院咱们哥俩喝几盅，聊聊天？不用了，我还有事儿。那我就回别院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什么东西？这些都什么东西？大哥，都什么事儿啊？这在外面吃喝嫖赌，还说不砸咱们老吴家的牌子，还有规矩吗？是。你说一声，还有规矩吗？啊？你怎么就不能改一改你的毛病？我有什么毛病啊？我活得潇潇洒洒、痛痛快快的，滋润着呢。你看你刚才做的事情，我做什么事儿了？
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？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要留在这儿。既然我们已经决定要过安稳日子，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了。安稳日子，哎，安稳日子就不能喝酒，就不能赌钱了，就不能听姑娘唱曲子了。要是这样，我宁可不过。哎，爹，你们别吵，别吵。不是，您听我说，其实这件事呢，不能全怪爹，我也有错，是我想的不够周全。来，爹，这儿呢有500两银子，您收着。啊，无论你想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玩什么，你尽管去，但就别赊账了。哎，你看这多不好意思啊！哎呀，不行，那我就谢谢你了。哎呀，还是女婿好啊。睡觉去喽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包容他？因为他是你爹。真对不起，等他睡醒了，我一定好好骂他一顿。你爹他无拘无束惯了，就算你骂他，一时半会儿他也改不了的。但是既然我已经嫁入了东院，又一心想跟你过一辈子，他是我爹，那从前的很多习惯，怎么着都得收敛了。别急，慢慢来。你看你爹，刚才那脸都被气绿了。没事儿，有我在。那你说，爹会不会把我赶出柳传亭啊？没事儿，有我在。东院送来的。是，老爷，还有一封致歉信。老爷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事儿，跟吴家东院重新搭上关系。就算不能恢复到从前，但对我们的生意也有好处啊。不用了。吴聘是不是最近在查三元典当？是的。你怎么知道？那天少爷让我带学徒房的王世军去他书房。少爷，进来吧，把门带上。我在门口听到他们在讨论三元典当行的事情。三元典当行的孙掌柜，你可认识？孙永全，你说的是他吧？我认识他，但从来没打过交道。这个砚台把我拿到三元典当行里当了。这段时间，少爷也去过典当行2次。三元典当行那些事儿，吴聘可能知道了。姑姑，姑姑，姑姑。啊，你先回去吧。今天我问你的话，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。我懂了。哎，等等。啊？哎，这个你拿着。姑姑，你给过了呀？宝来，以后有关南院跟三元典当行的事儿，一定要及时给我报个信儿。好。杜老板，
我思前想后，能救我的人只有你。胡老爷，你想要我怎么救你？我知道杜老板身后是贝勒爷，只要贝勒爷开口，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。需要多少银子，您尽管说话。求求你了，胡老爷，看在曾经胡家对我有恩的情分上，我可以说服贝勒爷出手，但是要反转案情，你自己的表现至关重要。我自己？你让我干这个？只有你反咬吴卫文一口，才能把你的罪名减到最轻。可吴卫文从来都没那样说过，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呀。吴家库房那么多药，为什么那袋假药偏偏放在你家药袋子里？吴卫文是在存心陷害你啊！你到现在还在为他考虑？但是，我不能说假话。君须作假，轻则抄家流放，所有女眷沦为家奴；重则可是要杀头株连九族的。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你总得为胡幼梅考虑吧？可是，胡老爷，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如果你还这么执迷不悟，那不要怪我袖手旁观。送客。杜老板，我婉儿，婉儿，问到了吗？那个人的确是吴品派去的。这下我完了。婉儿，我们跑吧。跑？这2年我们少说也捞了1.8万两银子了，够我俩下半辈子花了。才1.8万两银子，你就要我跑？当初你可说是挣100万家产才带我走的。我也想挣下100万两银子，但是现在情势不由人呐。你别那么没出息了，一点风吹草动就想着跑。婉儿，你是不知道这里边的厉害。那个吴卫文跟左大人都是有交情的，他要是发现我贪了他这么多银子，还不得把我严办，定个杀头之罪，都有可能啊。现在还不是跑的时候。可要是再不跑，就跑不掉了。要跑你跑，我不跑。婉儿，我们可是发过誓的，不求同年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死。你我2人无论好坏，都是要在一起的。你威胁我？我是提醒你，是你把我推荐给吴伟双的。要是他知道我们联手坑了他，还不得连累你啊？你先别着急，我去想办法。你能想什么办法呀？当初要是吴嫔没有醒过来，也就没有今天这些事儿了。周颖他爹说自己没错，坚决不肯上门道歉。没办法，
我只好派人送一份厚礼去给胡叔致歉，可是至今胡叔都没有任何的回应。爹，过2天我再亲自上门吧。这要上门，也应该是由我去。爹，啊，你廖叔来信了，他说他费了好大的功夫，他才查到，今年我们送去的膏药，在户部验货的时候并没有问题，但是1个月之后，有人上了密折，举报膏药有假。那廖叔叔有没有查到这密折是谁上的？没有，但是跟神机营有关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神机营是归载伊贝勒所管。对，我记得大半年前有个姓杜的找过你，是吧？是，他所掌管的龙生河，也是载伊贝勒的生意。当时我为了避嫌，我跟你说这个生意谈都别谈，叫你避而远之。爹，你觉得这2件事是有关系的？我不敢说啊。你约这个姓杜的谈一谈，探探他的口风。行，我马上约他。老板，胡聘派人送来一封信，说大半年前与杜老本有个约会，但因故未能践行，如今他想补上。胡聘？是的，看来他后悔了。晚了，那您不去了？去听听他想说什么。这厮可真能硬挺啊，竟然熬了3天3夜。不过还是熬不过您。可以给他喂水了。小爷，喝点水。周莹，你又喝酒？京阳的酒啊，喝1天少1天喽。你要走啊？这种不守规矩又胡闹的人，还是早点走吧，免得人嫌弃，是吧？我是嫌你，但你是我爹，我也心疼你，舍不得你。那我们一起走啊！爹，我们以前没有家，只有不停的走。那现在我都嫁人了，这还要去哪儿啊？爹，要不然你也别走了。这是我家，也是你家，你就留下来，安安稳稳的过后半生吧。这不是我家，也不是你家，
不是呢？这是吴家，我是吴家的媳妇儿。你是周莹。虽说你嫁给了吴聘，可你跟他们呢，永远不是一路人。就算我们和他们不是一路人，但我挺喜欢我现在这样。你说这里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起去大草原，我们一起骑马、喝酒、唱歌，一起采野花、打野狼。哎，这才是我们该过的日子。爹，我现在最想去的地方不是草原，是六船厅。你已经不是周莹了。就算我不是从前的周莹，但我挺喜欢我现在这样。爹，要不然你也换个活法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我不换。你还是要走？行吧，你定个日子，我给你践行。吴少爷，咱们这约会可是晚了大半年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杜老板，都怪我。您也知道，自那天之后，我们东院发生了许多事儿，后来我也受伤了，一直到今天才算得空。所以您现在身体可大好了。托杜老板的福，我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那凶手现在可有线索呀？有线索，但没有证据。我爹也说了，这一次我能捡回这条命，真的算大幸。更何况对方家中更不幸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这件事儿就这样吧。吴老爷可真的是个厚道人呐。厚道不敢说，将心比心，大家都有冤屈。那这样，今天咱们第一杯酒，就敬吴少爷身体健康。多谢杜老板，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大家一场误会。没事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这只鹰才训没几天，还不太守规矩。没事。哎，等等，这个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不会吧？这可是西洋刺刀改的，这世上仅此一把。来，坐。除非你见过扎坤他出刀。来，请。哎，这厮啊，训了这么多天还不守规矩。这样，扎坤，你把他拿出去处置了。哎，没事。顺便把这壶酒拿去温一温。吴少爷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。
我也正有此意。听说贝勒爷在京城。少爷，今天还买进购吗？啊，买，记得买大的甜的啊！停一下，停一下。10块进购，大一点的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老刘头今天怎么不在啊？哎，他今天有事没来。来，少东家，小心。韩师傅，辛苦了。不辛苦。韩师傅，扎坤那把尖刺，你以前有见过吗？那把尖刺很特别，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。那扎坤的武艺如何？很是高明。